在陈小娟的眼里，王志胜不像是失业的样子，他依然每天西装笔挺的出门，每天都比他还要晚回家。因为他们曾经差点闹到要离婚，所以陈小娟也不敢多过问，只想着他每天都有回家就好，在心里不断地为他辩解。他每天穿得那么正式，一定是出门找工作了，怎么可能会去找女人呢？但他真的觉得心里好寂寞。他们像是室友的夫妻关系，不会闲话家常，不会有任何交流，只是晚上同床共枕而已。以前他们还会因为孩子而多聊几句，现在他想与王志胜讲话，都会觉得自己好像空气一般，不被他在乎。因为婚姻就像是打了千千结的乱麻，理不清也剪不断，让陈小娟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到百无聊赖。最近她下班去安亲班接王明阳下课，也不想回家煮饭了，都带着小孩去买外食。原本都会为王志胜带一份晚餐回家，但她发现王志胜晚上回家也很少吃饭。后来她索性赌气，不再带晚餐给王志胜，结果王志胜似乎也毫不在意的样子。她真的觉得很失落，自己的丈夫好像根本不爱自己，到底她该怎么挽回王志胜的心？妈妈，今天的便当好难吃哦。王明阳嘟着嘴说完，却还是乖乖地就着饭盒扒了一口饭。看着小孩不想吃便当的无辜表情，陈小娟突然觉得有点好笑。她知道小孩正在跟她撒娇。明阳，妈妈最近太忙了，明天妈妈会煮大餐给你吃。真的吗？王明阳开心地叫道。陈小娟用力地点点头。妈妈明天一定会好好发挥厨艺，做你爱吃的菜，但今天的便当还是要乖乖吃完哦。那我要吃糖醋排骨。王明阳露出很认真的表情。陈小娟被小孩逗笑地揉揉他的头，然后继续督促小孩吃饭。她说道：快吃，要吃完哦。王明阳听话地扒着饭盒。陈小娟看着墙上的时钟，心想着已经晚上7点半了，王志胜现在在哪里？王志胜今天回家的时间早了。他看着陈小娟坐在客厅，像是在看连续剧的样子，但他知道陈小娟是在等他回家。他看着陈小娟，他有股冲动想要跟她说话，但陈小娟却没有接收到他发出的讯号，只是继续假装自己在看电视。其实王志胜今天找到工作了，收到心仪工作的录取通知，让他在咖啡厅里兴奋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。这段时间他每天假装自己依然在上班，只因为他不想让陈小娟觉得他很没用。以前他可以在他面前理直气壮，是因为他有一份好工作。他觉得自己在陈小娟的眼里是一个令他高不可攀、爱而不得的男人。但自从失业后，他就觉得自己是个窝囊废。一想到陈小娟每天都要出门上班，他就无法面对失业的自己，也只好每天穿着西装出门，在咖啡厅里估算着陈小娟的下班时间，然后不停地上网找工作。庆幸的是，他过往的工作经历还是吸引不少大公司的青睐。他获得几次面试机会，今天终于让他找到工作了。王志胜见陈小娟很专心地在看电视，就默默地回主卧房换家居服。随后陈小娟跟着进了房间，他还是开口问道：你吃晚饭了吗？还没吃。正在衣橱前拿衣服的王志胜有些惊讶地回头看了一眼陈小娟。陈小娟看着王志胜的表情，
她感觉那是孩子有开心事时才会露出的放松神情。她没想到王志胜会对她展现难得的亲近。她有些开心地说：“我去帮你煮碗泡面，不好意思，今天以为你不回家吃饭了，没有买到你的饭。”王志胜有些腼腆地接受了。陈小娟对于王志胜的顺从感到不可思议的惊喜。她离开房间时，忍不住像是在为自己打气般，开心地握拳小声惊呼：“太好了，你找到工作了！”陈小娟把煮好的泡面端到餐桌，小心翼翼地放在王志胜面前。她坐在他的对面，开心地为他鼓掌。“谢谢。”王志胜笑着回答，像是在答谢陈小娟为他煮面，也像是在回应陈小娟的夸奖。“我有加你喜欢吃的火锅料。”陈小娟觉得气氛很好，幸好今天很早就让王明阳去睡了，让他有种在跟王志胜约会的感觉。“我答应明阳明天会回家煮饭，我们明天在家好好吃顿饭。”“好啊。”王志胜心情很好地答应了。这一刻，陈小娟在心里感激着宗师的法力无边，她感觉自己的婚姻真的被拯救了。因为王志胜回家后，她一直找不到机会好好在家做冥想功德。她知道王志胜一直很讨厌她参与光明之家的活动，觉得光明之家根本就是骗钱的神棍。也因为如此，他根本不敢在家里做冥想，也曾经在心里怀疑过，是不是最近自己不够虔诚，没有好好回向自己的冤亲债主，才会让王志胜回家后对他冷漠的不闻不问。但现在看来，宗师的法力还是有效的。如果他可以找到机会在家继续做冥想功德的话，说不定他和王志胜的感情会变得浓情蜜意。他在心里打算着，却不知该怎么办。“我下星期就要去新公司报道。”王志胜吃着热乎乎的泡面，并跟陈小娟说：“你有机会再跟顾晓说我找到工作的事。不久前他有传讯息给我，但我当下没有理他。可能因为跟你是好朋友的关系，所以他好像对我被之前的事感到很抱歉。”突然听到顾晓的名字，陈小娟感到有些意外，但她还是温柔地对王志胜点头答应着，而她的心里却是想着，顾晓还在关心她的婚姻吗？虽然是她的好朋友，但有时他真的觉得顾晓有些多管闲事。如果不是顾晓，他跟王志胜根本不会闹到要离婚。陈小娟在心里对这段友谊感到既无奈又激乐。不过王志胜找到工作是好事，也可以让顾晓知道他们夫妻好得很，根本不需要这个好闺蜜担心。